不要和他人随意分享你的经验或者建议，因为那些说出来的其实是你的福报资粮。这是一个很少修行人察觉的漏福大忌。这个课题太容易被误解，也没有人真正的告诉过你，但它正在悄悄发生。很多人修行多年，持戒、念佛、行善、布施，却始终觉得某种东西在原地踏步，某种气场在慢慢变薄，某种内在的力量在不知不觉间一点一点被消耗。他们找不到原因，以为是自己业障太重，以为是自己功课不够，却从来没想过问题出在嘴巴上，更准确地说，出在那颗想帮人的心背后那个更深的东西上面。大智度论里曾有这样一段冷峻的开示：智慧如宝，轻于人者自损其名。意思是说，你的智慧是宝，轻易于人，自损其名。这句话说的不是自私，说的不是吝啬，而是一种极其深刻的修行观念。你所拥有的见解、判断、经验与智慧，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不是你靠着聪明或努力凭空想出来的，那是你多生累劫以来一点一点用善业、持戒、精进堆叠起来的东西。它是你专属的福报资粮，是你这一世能够清明思考，能够在人生关键时刻看穿迷雾的根本原因。随口说出去不是慷慨，是挥霍。而佛陀最怕的不是弟子们小气，而是弟子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吸。历代禅师中最让人费解的，往往不是那些能言善道、广开法言的大德，而是那些沉默如山的人。你去请教他，他不说话；你再问，他笑着走开。外人以为他高傲，以为他不近人情，但只有真正走进来的人才知道，真正的智慧不是随时都在流动，随时都在倾泻，随时都在等待被人接收的。它有它自己的重量，有它自己的时机，有它自己的归处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要谈的就是修行路上一件几乎人人都在做，却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其中深意的事。为什么随意分享可能是一种漏福？后面我会告诉你佛家4个不能随便的分享的原因，以及分享智慧给他人时该有的4个正确步骤。在我展开之前，如果你相信善缘聚合，福报自有归处，欢迎你在评论区打下这几个字：福慧圆满，善缘具足。让这个善念回向给屏幕前此刻正在寻找方向的每一个人，也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探索里种下一个清净的起点。大约在唐代武则天执政的年间，长安城郊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山寺，叫做静音寺。寺里的僧众不多，香火也谈不上鼎盛，但在方圆几十里的百姓之间，静音寺有一个名声，住持玄觉禅师。玄觉的名声怪得很，很多慕名而来的人事后说不清楚他们是冲什么来的。他从不主动说法，来拜访的人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饮车卖浆之流，他大多只是安静地坐着，端出茶，点点头，偶尔吐出几个字，然后送客离去。几乎没有人听闻到有用的东西，但每当他们想起那杯清茶，心里隐隐觉得那杯茶里好像有些什么，他们说不清楚是什么，但就是有。慧圆在静音寺已经待了7年了，他10岁出家，20岁受了具足戒，跟在玄觉身边是最年轻的弟子，也是最让师父和师兄们省心的一个。他聪明，过目不忘，他讲道理条理清晰，说起来头头是道。最难得的是，他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，让人一靠近就愿意开口说话，愿意把心里的事道给他听。久而久之，来寺里上香的人礼完了佛，很多人习惯性的去找慧圆坐一坐。有人问家里的难事，有人问生意上的去留，有人问孩子的婚事，
有人只是说最近总睡不好，心里总是不安，也说不出来为什么。会员每一次都认认真真的听，然后结合他读过的经典、观察到的事情，给出他觉得最合适的建议。多谢师父开导，心里踏实多了。这句话，会员听过无数次，每一次听见，他心里都升起一种他自己觉得很美好的感觉。他以为这就是修行的意义所在，把自己学到的、悟到的化成对别人有用的东西，这不正是菩萨道吗？不正是慈悲利他吗？就这样过了大概2年，某一天，一个叫赵远的富商专程从城里赶来，点名要见会员。赵远是长安城里做绸缎生意的，家底殷实，为人豪爽，朋友遍及各地，是个极有头脸的人物。但他这一次来静音寺，脸色不太好看，眼下有明显的乌青，嘴唇有点干，一看就是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睡着。他有一笔可以改变整个家族命运的机会，一条从西域新开辟的丝绸商路，风险极大，需要押上他几乎所有的家底，但如果顺利，足以让他的后代3代衣食无忧。他问遍了他信任的人，得到的答案全都不一样。有人叫他做，有人叫他千万别做，有人说等一等，有人说机不可失。他越问越乱，最后转了一大圈，跑来找会员。会员听完他说的全部经过，心里开始飞快地运转。他把他知道的、推断的、分析的一一清晰地摆在赵远面前，最后说，依贫僧来看，这条商路如果时机把握得当，是值得一试的，但风险不可小觑，你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赵远眼睛里亮起一道光，腾地站起来，双手深深一依。师父，这番话是点醒了梦中人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他离开了，会员送走他，回到自己的禅房，盘腿坐下，想让心静下来。但那一天的打坐从一开始就不对劲，他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牵着，安定不下来。妄念一个接一个地浮起来，他念了很久的咒，试图把那种散乱收回来，但那个漂浮感就是挥之不去。他以为是最近太累了，没有放在心上，但这种状态没有就此消散，而是持续了下去。1天、2天、10天、1个月，会员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他的修行境界在走下坡路。以前打坐很快就能入境，现在光是让自己的念头慢下来，都要耗费比以前多好几倍的力气。以前读经，每一句话都有共鸣，都有回响，现在眼睛扫过去，字字认识，却像是在看一堆失去温度的符号。他去向师父请示。玄觉听他说完，在长长的沉默之后问了一句话，这段时间你说了多少话？会员愣了一下，想了想，说，弟子不知，应该很多吧。玄觉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任何话，重新闭上了眼睛。会员站在原地等了很久，发现师父没有要继续说下去的意思，只好躬身退出来，带着满腹的困惑走回自己的禅房。那句话像一颗石子被丢进了一口深井，却一直没有听见水声。会员想了很多次，想不明白师父的意思。大概又过了半个月，寺里来了一个老农，他不是来拜佛的，只是路过，口渴了进来讨一碗水喝。他喝完后，坐在寺门口的台阶上歇脚，看着进进出出的香客，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话。会员刚好路过，把那句话给听到了。那句话很朴素，人的气是有数的，说一口少一口，不是不能说，是要省着说。会员的脚步停了，他站在那里，莫名地愣住了，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极其安静地往下沉。他想起了这段时间以来那种挥之不去的疲倦，想起了赵远，想起了给赵远分析商路之后的那场打坐，
想起了师傅那句你说了多少话，想起了这2年来数不清多少次的开口，分析、建议、开导。有什么东西像是一根线，开始把一颗一颗散落的珠子慢慢的串起来，但还差一点，还没有串完。那天晚上，慧媛辗转到深夜睡不着，起身去了藏经楼。她也不知道自己想找什么，只是走上去，在灯光昏暗的书架间漫无目的的走动，手指无意识地抚过一排排经寒的脊背。就在最深处角落的最低层，他的手指碰到了一本薄薄的线装册子。他好奇地坐下来，把那本残破的册子打开，借着油灯微弱的光，一字一字地读进去。没有署名，没有来历，不知道是哪位修行人的手笔，不知道是什么年代传下来的。有的地方已经缺页，有的字迹因为年久而模糊，勉强可以辨认，但保留下来的每一行字都让他心头越来越紧。其中有一段他读了3遍：修行者之所见，乃多是善业之所凝，轻出于口，是以诸投于野，不知其贵，亦不知其重。投之者以为布施，殊不知诸散则气散，气散则会散，会散则道路见爱，而自知之甚晚矣。第3遍读完，一滴汗从他的后背缓缓地渗了出来。他坐在那个昏暗的角落里，油灯的火苗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又细。他想到了这些年来他给出去的每一句建议，每一个判断，每一次开导，像是一支长长的队伍，在他眼前一一走过。那些人带着他的话离开，他自己站在原地，以为给出去的是智慧，是福报，是善业，却从来没有想过那些智慧是怎么来的。他们不是无中生有的，他们是他多年苦修、认真读经、打坐参禅，在无数个安静的深夜里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东西。那是他生命里最精微的能量，凝结成了见解，凝结成了判断，凝结成了他能在别人迷茫的时候给出那些话的能力。他随手就给出去了，随手就像一个人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了很多年的东西，随手散给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，还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善事，而没有停下来想过，那些东西根本不是随手可以散的。那一刻，他终于明白了，那种持续已久的疲倦感是从哪里来的。他在漏，他一直在漏。5天之后，玄觉禅师把慧媛叫到面前，什么都没有问，也没有说任何一句关于那本残经的话，只是从桌上拿起一支白蜡烛，用火石点燃，放在2人之间的桌上，说：“看着它。”慧媛看着那支燃烧的蜡烛。玄觉说：“这支蜡烛的光能照亮多大的范围？”慧媛说：“大概这一间禅房。”玄觉说：“如果你拿这支蜡烛去点燃另外一支，再用那支去点第3支，第3支再点第4支，往后无穷地点下去，这些烛火加在一起，能照亮的地方是不是越来越大？”慧媛点头：“是，光越来越多，亮的地方越来越广。”玄觉没有立刻说话，就那样看着他，眼神里有一种等待，像是一张网张开着，等那条鱼自己游进来。慧媛盯着那支蜡烛看了很长的时间，然后他说：“但是这支蜡烛本身的蜡是有限的，它在燃烧，在消耗自己。它点的越多，它自己耗去的就越多。”他的声音在说到一半的时候低了下去，玄觉这才点了点头。他把那支蜡烛缓缓地移到一边，说：“知道为师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不轻易说话了吗？”慧媛沉默了很久，深深地低下了头。玄觉的声音很平，继续说：“点燃别人是功德，但前提是你自己要有足够的蜡，要燃得住。若自己的火还不稳，不够亮，随意去点，风一吹，先灭的是你自己。”他停了一下，然后说出最后一句话：“
语气极轻，却像一块石头压进水底，无源不渡，无根不传。不是不说，是要等那个说得起的时机，等那个接得住的人。说与不说之间，差的不是慷慨，是智慧。3个月后，玄觉禅师在一个极其平静的秋天早晨，安坐圆寂。慧远在师父的法座前跪了整整1夜，那支蜡烛从师父圆寂的那一刻起，一直点着，直到天亮。这个故事里，我一直没有说赵远后来怎么样了。他采纳了慧远的建议，把大部分的家当压在了那条西域商路上。第1年生意顺遂，利润可观，他特地托人给静音寺送来了一笔丰厚的香火钱，还捎来一封信，说多亏了慧远师傅点拨，他总算走出了那段最难熬的时光。第3年，一场横跨西域的战乱突如其来，把整条商路彻底截断，他的货物全部积压在路上，换不了钱，运不回来，血本无归，几乎倾家荡产。慧远听说这件事的时候，站在静音寺的院子里，长久地沉默着。他知道那条商路会不会遇上战乱，是他当时完全没有办法预料的事儿。但正是他那一句话，依贫僧来看，值得一试，成为了赵远做下这个决定的最后一块砝码。他的话嵌入了赵远的因果里，好坏都记在他当时那句开口上。这是修行人必须正视的第一件事，也是最核心的一件事。你的见解不是普通的话语，它是你多年修行积累下来的生命能量，以一种极其精微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东西。用现代的语言来说，它有点像算力。一台高性能的计算机，每运行一次高强度的程序，都要消耗大量的电力。你的心识也是如此。当你在最清醒、最有智慧、状态最好的那个时刻，给出一个真正有深度的判断和建议，那个判断背后所代表的消耗是你的精气神，是你修行积累起来的内在能量。古德有言，法不轻传，道不见脉，反复强调修行者要守住内在的那口气。你的见解越深，它所承载的内在能量就越厚重。当你随手把它说出去，把它散给一个也许根本不需要它的人，就像把一块珍贵的玉石随手塞给路人，你以为你在给予，却连自己都不知道那块玉石有多重。拱手给出去的那一刻，你失去的是什么？但这还只是第1层，第2层其实比第1层更难接受。当你给出建议，替人做判断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把自己塞进了另一个人的因果里。佛家讲的因缘果报是一个极其严密的体系，每个人的命运是他自己多生累劫、业力交织编织的结果，是极其个人的，属于那个人自己，不属于任何外力。当你强行插手给他指路，那个路的后果就不再只是他的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的建议让对方走对了，那个功德未必是真正归你的，因为也许他本来就会走到那条路上，你只是恰好在那个节点出现，触发了一下而已。真正的因果主线始终是他自己的业，但如果你的建议让他走偏了，那一段牵连就悄无声息地挂在了你的因果簿上。这不是一个让你活在恐惧里的逻辑，而是一个让你从此清醒的逻辑。你有没有认真地想过，你这辈子给出去的那些建议、判断，你应该这样那样，有多少个是你真的有能力为那个因果负责的？还是说你只是随口说了，说完忘了？而有些人带着你的话，把自己人生里一段本来不必走的弯路，认认真真地走了一遍。第3层是最难承认的，因为它动的是我们自认为好意的那一块。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给人建议，喜欢分享自己的经验，喜欢说我觉得你应该，背后那个真实的驱动力未必是纯粹的利他心。佛家把这个叫做我慢。我慢不是那种目空一切、颐指气使的粗暴傲慢，
它是一种极其细腻的、精心藏在好意包装纸之下的优越感，是那种我知道你不知道的事，我看见了你看不见的盲区，我可以帮你的感觉。那种感觉，说真的，非常好。那种被需要、被仰望、被感激的感觉，让人上瘾，让人愿意一次次地寻找机会开口，因为每一次开口都会带来那个美好的感觉。但《法华经》里说得清楚，若人说法无有慢心，心常柔软，方为真说法。说法的人心里要没有高下之分，才叫真正的说法。如果说话的时候心里有哪怕一丝你看我多有智慧的涟漪，那一次分享就不再是布施，而是在消耗。你消耗的不只是那一次开口的能量，消耗的是你内在积累的那种定力，那种气场，那种让人一靠近就感到安心的场域感。随便说，到处说，见人就说，说的越多，那个场域越薄，越散，越没有厚度。最后别人靠近你，感受不到那种深沉的稳定，只感受到热闹，感受到你很活跃，感受到话很多，但那不是修行。第四层是在传统修行传承里谈的最少，却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，阴德和阳德。这两个不是一回事。你悄悄地帮了一个人，没有宣扬，没有告诉别人，甚至那个被帮的人都不一定知道是你，这是阴德。你帮了一个人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被人称赞了，被人感激了，被人记住了，这是阳德。不是说阳德不好，阳德也是善业，但阴德的厚度是阳德远远比不上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阳德在被看见的那一刻就开始被兑换了。别人的赞美、感激、认可是一种即时的回报，这个回报是在削减你那笔善业的本金。现实里被人称道的越多，那笔福报被提前兑现的部分也就越多。而阴德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被看见，没有被赞美，像一笔沉默的存款，在你感觉不到的地方一直在增值，一直在积累。菜根谭说，为恶而为人知，恶中有善路，为善而及人知，善处即是恶根。这不是在叫你假装谦虚，而是在说真正的善越宣扬越散，越深藏越厚。你的智慧越深，你的修行越好，你就越会发现真正了不起的人话越来越少。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可以说，而是因为他们越来越清楚什么样的话值得说，什么样的时机才是真正的时机。玄觉禅师终其一生话不多说，但走进静音寺的人感受到的那种无法言说的庄严感，那种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安静下来的气场，远比千言万语更有穿透力。那种庄严是积出来的，是守出来的，是他用一次一次的惜口如金，一点一点的守住的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要提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，那佛教不是讲布施吗？六波罗蜜里布施排第一，佛陀自己讲法49年，说了数不尽的话。那到底是分享还是不分享？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，也是很多修行人最容易在这里转不过弯来的地方。答案是，佛教从来没有叫你不要分享，分享从来就不是问题所在。问题在于你怎么分享，你带着什么心去分享，在什么时候分享，分享给什么人。佛教里有3种布施，它们的层次各有不同，产生的功德也大不相同。最基础的一层是财施，把自己的财物、资源、时间、精力给予有需要的人，他能得到人天福报，能改善物质层面和人际层面的因缘，是一切布施的起点。它重要，但它只是起点，比财施更深一层的是无畏施。当一个人深陷恐惧、痛苦、困境的时候，你给予他陪伴、安慰、保护，让他感到自己不是孤单的，
让那种压迫感减轻一些。这种布施直接触及人的内心，它的功德比单纯的财物更深入、更持久，因为它改变的是那个人在那个当下的心理状态，那是一个远比物质更根本的层次。而最高的一层是法布施，以智慧，以真正的见地，以真实有效的法门，帮助一个人从根本上转化他面对痛苦的方式，让他有能力自己看清楚，自己找到出路。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离苦得乐，这是从因上改变，而不是在果上救济。法布施的功德是3种布施里最大的，这也是为什么每一位菩萨都会把传法、弘法视为最核心的事业。但是这里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前提，被很多人忽视了。法布施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功德，正是因为它有极其严格的条件，缺了任何一个，那次分享就会从法布施滑落为普通的交流，甚至滑落为漏符的出口。第一个条件，发心要清净，且要彻底清净。你说话的动机只能是利他，不能夹带炫耀，不能夹带渴望被需要，不能夹带对对方的控制欲。这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极难，因为那种细微的我慢藏得非常深，深到连自己都看不见。但如果你能在每一次想要开口分享之前停下来，在心里问自己一句，我现在这个想说话的冲动里面有多少是真正为了这个人，有多少是因为我自己想说。这个诚实的自问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深刻的修行。第二个条件，要应机而说，这是法布施里最核心的条件之一，也是最需要深厚智慧才能做到的。所谓机，是时机，是对方此刻的状态和根气。对方现在是不是真正有需要？他的内心是不是真的在寻找？他有没有准备好去接收？如果他只是随口问问，礼貌性地说了一句你怎么看，而你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，那些话会飘进空气里，什么都留不下，白白耗散了你的精气神，还没有带来任何真实的利益。佛陀讲法历来强调应机说法，面对国王说的法和面对贩夫走卒完全不同，面对已经开悟的弟子说的话和面对初学者说的话，从内容到方式都截然不同。这种极度精准的应机来自于极深的观察力和极透彻的智慧，不是随便开口就能做到的事。第三个条件，点到为止，直指路，不带行。真正的法布施像一根指向月亮的手指，你的任务是让对方的眼睛看见月亮，而不是强行把他的视线掰向你指的方向。你开门，但不推人进去；你指路，但不替人走路。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而授人以渔的最高境界是让他自己学会感知水流，感知鱼的存在，不再需要你在旁边告诉他。一旦你开始替人做决定，替人把所有的步骤都想好了，安排好了，你给出去的就不再是智慧，而是依赖。那个人从你这里离开，走得越顺，反而越容易失去自己找路的能力。第四个条件，很多人会忽略，却极其重要。回向，每一次清净的分享之后，做一个回向，把这次分享所产生的功德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，不去执着这个功德是我的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只是几句话、几个心念，但它背后的心态是把那次分享彻底从我在布施转化为法在流动，我是一个渠道。当你不把自己当给予者，当我不再是这件事的中心，我慢就无处落脚，功德就不会从那个缝隙里漏出去。做到这四个条件，那一次分享才真正成为法布施，才真正是增福而不是漏福。42章经里有一段譬喻，我每一次读都觉得它描述的是一种最精准最美的智慧图像。譬如一炬之火，数百千人，各以炬来分取，熟食出名。此炬如故，
福亦如之。一支火炬的火让数百上千人各自点燃自己的火把，每个人都能用它来煮食，来照亮各自的黑暗。但原来那支火炬却没有因此而减损，它还是那么亮，那么稳，没有丝毫的浩劫。这个譬喻描述的就是真正清净布施的状态。当你的分享是清净的，是应机的，是以真正利他之心给出的，是无我无求的，你就是那支火炬，越分享反而越亮，福报不减反增。因为那个流动的本身就是功德持续生成的过程。但如果那只火炬的主人一边燃烧，一边转头对所有人说，快来看我的火有多亮，一边把火随手去点那些根本没有打算用火把走路的人，那只火炬才会真正的一点一点耗尽，最后剩下一截焦黑的蜡心，连自己都照不亮。所以不是分享本身让你漏福，是那个随便，是那个随手，是那个没有清净心，没有观察时机，没有智慧辨别的冲动性开口，再一次次的把你攒了很久的东西悄悄地散掉。今天讲的课题不是在叫你变得冷漠，更不是在叫你对着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沉默不语，而是要告诉你，分享是一门需要修的功课。要修的不是你有没有东西可以说，而是你能不能在开口之前问一问自己，这个时机到了吗？这个人接得住吗？我现在这个想开口的心清净吗？玄觉禅师的一生话没有多说，却在每一个真正接得住的人心里留下了一盏不会熄灭的明灯。慧远用了将近10年才开始真正明白，师父的沉默不是吝啬，是一种极深的爱。爱那些还没有准备好的人，为他们守住那盏灯，不随意点燃，也爱自己的修行，守住那口气，让它越来越厚。那支蜡烛从玄觉圆寂的那天早晨一直燃到天亮，最后没有熄灭，只是安静地燃尽了。慧远跪在法座前，看着那支蜡烛渐渐矮下去，看着那最后一点火苗在将明未明的天光里慢慢地消失。他知道那个火其实从来没有灭，它早就已经在他心里点上了。最后我想把一个问题留给你，你生命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，他话不多，甚至很少开口，但每一次他说话，你都会觉得这句话说在了你心里最深的地方，让你想了很久很久。那个人身上有什么是一个总是侃侃而谈，什么都愿意分享的人，还是别的什么？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聊聊这个问题。或者如果你曾经有过那种这句话不该说出去的感觉，也欢迎你说出来，我们一起看看那个感觉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。今天的视频如果让你有一点触动，最好的方式不是立刻转出去，而是先让它在你心里沉淀几天。如果它真的是你需要的，它自然会变成你的东西，变成你生命里属于你的见解。等到它已经是你的了，再去分享，那才是真正清净的法布施。如果这支影片有帮助你，记得按个赞，点个热推，让这段内容被更多真正有缘分的人看见。还有别忘了点击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继续一起挖掘那些被遗忘在古老经典深处的智慧。